这里是……我还在支配剧场里吗？但是哪里都看不到人偶的身影。我记得失去意识前，空之旅者，镜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果然是这样。看样子你似乎明白了呢。空之旅者，好久不见，我的容器。我不是你的容器。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天穹市吧？过去这么久，你垂死挣扎的样子，真是一点都没有。皮安娜，你逃啊逃，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最终，你还是屈服于伤痛，跪倒在内心的裂痕前，我的面前。我已经不是那时的我了，不会向你屈服。真敢说呢！可如果你没有动摇，我又怎会出现在这里，站在你的面前，支配这具身体？你害怕直面我，拒绝面对我，这是你将我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理由。但如今，你输了，我的枷锁已被解开，不会再有旁人打扰我们。你长久以来的努力，至今所做的一切，全都白费了。你为什么要帮助支配之旅者？帮？别把那群傀儡和我相提并论，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失败者，可悲的蝼蚁，口中念叨着难以理解的言语，举手投足都充满了和你异曲同工的弱者气息。这些家伙自顾自找上门来，不自量力地说要救我出去，那副模样滑稽极了。不过我还是乐意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好让我欣赏一出小丑的闹剧。也确实没想到，他们真的把你带到了我面前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心中只有失望。你还不如他们呢，不想被我叫做容器的半身。好了，开场白也说得够久了，希望你有好好珍惜这段时间，回味自己最后的人生。来吧，皮安娜，这是只有你我二人的剧场，只属于胜者的舞台，乖乖被我支配吧，这是你无法逃离的命运。你的态度真令人不快。我打破了你的束缚，接管了核心的权柄，一切都如同那一天的再演。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取代你，彻底成为这具身体的主人，而你将被碾碎，化作虚无，连意识的残片都不会剩下。可是为什么？你一点都不惊慌，一点都不害怕，一点都不绝望。我知道，这一天迟早会来。无论什么样的封印，都不可能永远有效，那不过只是延后了决断的时间。
你我之间，早晚会有这样一场了结一切的对决。我们就像水火，互不相容，也无法做出让步，彼此妥协。既然绝无和解的可能，那我们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了结：赢的一方留下，输的一方消失。事到如今，你觉得自己还有获胜的希望？你从来做不到。那些煎熬的记忆，沉重的枷锁，你无法放下。想要逃走，却只能在泥沼中越陷越深。因为这具身体是一个容器，它所承载的灵魂太过沉重，沉重到你根本无法背负。而我只是来取回本属于我的东西。在天穹市，你曾经说过，我永远无法摆脱你。那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背后的意义，思考2个问题的答案：你是谁，我又是谁？我没兴趣陪你探讨哲学。我是空之律者西林，而你是实验体 K423，这是早已确定的答案。所以，一切都是律者做的，不是你的责任，也不是你的错。哼，这不是你和同伴们抱团取暖时最爱的说辞吗？不，有一个过去我不愿承认的事实，但只有接受了它，我才能补上自己灵魂的缺口，才有与你分庭抗礼的可能。我就是你，我们是同属于这个身体的2个自我，因西灵的渴望而诞生的2个存在。我和你，都是西灵的延伸。